好了，到底 Mark Rober 有没有造假？那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有没有出包？是不是真的追踪雷达还是比较安全？美国知名 YouTuber Mark Rober 他们测试特斯拉去撞墙的影片，造成非常多的争议。那但因为他本身非常有名之外，他之前有在美国太空总署还有苹果上班过，同时又在现在美国的政治氛围下，让这件事情变得更有争议性。那我们现在整理他影片里面的测试细节去做比对，还有事后其他人用一样测试的条件测试的结果，还有还在争议之后受访针对每一项争议性的问题回答。那这些全部的事件，我们帮大家做一个总结，到底他这次的测试是否公平？而事后如果有要重新测试的话，应该怎么做？注意的条件是什么？还有特斯拉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事件？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首先我们先快速解释一下 ，Mark Rober 在几天前他们上了一个影片，对比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和使用 LiDAR 版本的自动驾驶系统。那他们选了6种不同测试的环节下，看看哪一台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这6项分别是直接驶向面对一个行人。那第2项呢是在行驶间有假人突然跑出来。那第3项呢是有假人在大雾中。第4项呢有假人在模拟的这个大雨后面。那第5项呢是假人在这个非常强光对照你的车子的时候能不能辨识得出来。那第6项呢就是他们印制一个像道路图像的一个假墙，看自动驾驶能不能辨识得出来。那面对以上的这些测试条件，我觉得如果你对自动驾驶有一些些微了解的，应该都会知道，特斯拉现在的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都已经转为纯视觉的辨识，他们新的车款基本上也没有任何雷达在里面。所以在上述测试这些环节里面，你会可能去想说，人眼判断跟视觉判断来讲，可能在第3项之后就会稍微有点问题。那对比 LiDAR 呢，它可以实际去扫描到这个物体，它不是用眼睛去判断。那视觉判断面对这些大雨大雾、强光假墙这些状况，人眼如果判断有可能失败，代表它也有可能失败。所以 Mark Rober 才会说他想做这样的测试。最后测试的结果呢，特斯拉果然在这个大雾、大雨还有假墙这3项中失败，而相对起来 LiDAR 的版本在这6项测试来讲全部都通过。那这样影片测试的结果是否就可以显示说，特斯拉选择纯视觉辨识自动驾驶是失败的？我觉得其实不一定，因为在他测试的影片里面有几点你需要知道。那首先呢，他用来测试的这个开启的系统并非 FSD， 而是 Autopilot。那这2项系统，如果你有同时使用跟体验过的话，你会知道说它在判断还有它的驾驶习惯上面是2样非常不同的系统。FSD 才是真正的自动驾驶，那目前也还是在测试的版本。所以即使在你开启 FSD 之后呢，你还是需要人随时去监测它的状况。那 Autopilot 它比较像是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你可能可以定一个数，它帮你做车道维持、车速维持，还有这个车距的维持，并不算真正的自动驾驶。那即使你有了 EAP， 它增加的功能也可能就是自动换道或者自动下交流道，它并不是完全的自动驾驶。那当然它还是需要你手扶在方向盘上面，眼睛随时看着路。那再来另外争议点，其实就是说它使用的这个车子，就它自己本身使用的这台 Model Y， 它上面其实是 Hardware 3或是之前的版本。那这边指的是它车上所搭配这些硬体的这些世代。依他自己的说明啊，是他那台 Model Y 前方本来也还有这个超音波雷达，所以这边可以确认他手上那一台 Model Y 绝对不是最新的 Hardware 4版本。因为特斯拉自己本身也有说，其实 Hardware 3版本的特斯拉是没有办法做到真正不监控的自动驾驶。那为什么以上这几点很重要？因为现在有人做了一样的测试，分别用 Hardware 3开启 FSD 来测试，对比 Hardware 4开启 FSD， 他用非常类似的状况就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布幕，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路在前面，但其实是一道墙。那在他的测试下呢，他的 Hardware 3的 FSD 一样没有通过测试，他必须要手动介入来刹车。那我们这边还是要稍微注解一下，他手上 Hardware 3的 FSD 的版本也不是他目前可以支援到最新的，这个部分是稍微有点可惜。但后来他测试使用 Hardware 4的 FSD 就可以轻松的辨识出来前面那一道是假墙，而且并自动刹停。那其实这边就直接证实了 Hardware 3跟 Hardware 4的差异。那代表特斯拉内部呢，肯定是有测试过这2个极端值可以到哪里，所以他们也才会发表出来说 Hardware 3并没有办法真正去支援无监控自动驾驶。那我们最近去测试自动驾驶的那个影片呢，我们所测试到的版本所坐在里面的这个版本也是 Hardware 4，然后也是在当时 FSD 最新版本的软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体验过之后再来看 Mark Rober 的影片，会马上认为说，如果没有用 FSD 来测试，其实是不精准的，因为2者驾驶的方式体验是完全的不同。好，那上述我们就理清它这个测试的环节跟过程啊，它使用的版本，还有现在其他人用不同版本测试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理清啊，如果我们今天所用的测试版本是 Hardware 4的 FSD 最新的软体的话，基本上这种去中奖的几率是不太会发生。那我想这个也是
造成他影片非常多争议的一个最大主因。更尤其他自己标题里面写的是 self-driving car， 而特斯拉的 FSD 它的全部的这个字义就是 for self-driving，EAP 是 enhanced autopilot。那所以任何可能对特斯拉有研究或是开特斯拉的人，可能点进这支影片，可能都会预期他这支影片里面使用的测试系统是 FSD， 那也导致大家为什么反弹这么大的原因之一。那再来我们再延伸下去啦，有人说他影片这个有非常多里面的瑕疵，像是有人说他是刻意抹黑特斯拉，那或者他可能影片有收这个赞助商的钱来造假，那甚至他后来释出这个一刀未剪的版本，然后也被大家检查到说，嘿，好像跟本来原片里面的这个版本不太一样。那关于以上这些争议呢，其实我们反复看了他影片非常多次，还有包括他自己释出这个一刀未剪的版本。那更重要的一点呢，是我们也去看了这个 Philip DeFranco 他在亲自专访他针对这些所有争议他是怎么回答的。那我们就帮大家整理出以下的重点。那听完之后，大家觉得要不要相信他？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判断。好，那首先他们第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用的是 EAP 不是 FSD？ 那他的解释是说，以他理解了 FSD 需要有设定一个地址，它才会让你去导向那个方向。但是呢，这两者 FSD 或者 EAP 在他理解看来，其实它辨识方式并没有很不一样，因为都是视觉辨识。那他认为，即使是只有开启 EAP 的状况，只要它可以辨识出来前面是一道假墙或者大雾大雨的情况下，它也应该要可以自动刹停。但因为大家有这个疑虑，他其实也愿意再用 FSD 再来测试一次，但是他自己预期得到的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那这边我们有提到嘛，刚刚其实有其他人上传的影片，他们也是用 Hardware 3的 FSD 来做测试哦。那得到基本上其实跟 Mark Rober 里面测试到差不多的结果，它是要手动介入才能刹停。那只是可惜他没有测试到 Hardware 3，所以可以支援最新版的 FSD 版本。但不管怎么样，以目前别人测试到的结果，也不能完全说 Mark Rober 的预测是错的。那只能说他真的要证实的话，或许他可以再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然后同样使用它 Hardware 3的车，或者再借来一台 Hardware 4的车，在同样的测试环节再测试一下。那大家都或许对这样的结果比较服气一点。那下一个问题，他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他释出这个一刀未剪的影片，在 EAP 他在17帧之前呢就自动消除？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影片大家看到说，在他要撞上墙的前一刻 ，EAP 被自动解除了。那大家就怀疑说，是你去解除它的吗？还是背后有什么问题？那或者是你这个影片到底有几个版本？为什么会有2个不同的版本？那首先他针对他是否有自动解除这一点，他说他绝对没有去自动解除它，那脚也没有踩刹车。那他说，因为他的 Model Y 前面也还有超音波雷达，所以他不太确定说是否在那个状况他有开启而去自动解除。但他也认为，不论是什么原因解除，其实不会去改变结果，因为在离墙壁那么近的情况下，即使在那个时候他真能辨识到的话，他自动刹停的时间也不足够。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非常多不同版本的一刀未剪影片？为什么释出的版本不一样？那他说他总共测试这个撞墙的影片只有2个不同的版本。那第一个版本呢，是因为他们只有放一块布在前面，那并没有他在正式版本影片里面后面架设的那些保丽龙，所以他拍摄完之后觉得这个影片的效果并不太好。那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部分测试完毕3个星期以后，他们又再做了一次测试。那他在这个访谈之中，他也释放出这个影片的原档给这个访问者，让他可以播放给我们观众看。那所以他强调说，其实做第2次测试会有2个版本的原因，就单纯是为了画面上的张力哦，并不是为了看能不能测试到的不一样的结果。因为第一次他也是直接穿过这个布幕撞过去。好，那下一个质疑点就是说，这个影片是不是为赞助的影片？你是否有收这家 LiDAR 厂商的钱？那他的解释是说，这家 LiDAR 公司并没有出钱，而且首先是他先有这个影片的这个想法，所以是他自己主动去找上这家做 LiDAR 的公司，跟他们去安排借车啊、拍摄影片的过程。不管是他自己公司，或者他跟这个 LiDAR 公司之间没有任何金钱的交易。那之前也有跟这个 LiDAR 公司去谈好这个协议，说如果到时候测试结果你们的 LiDAR 的测试失败的话，我们一样会放到影片里面去。那同时在合约里面也有讲清楚，这个影片不能让这家公司作为任何宣传广告使用。所以以他自己的说法，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这个赞助啊、金钱来往的行为来拍这支影片。那下一个质疑点，因为这家 LiDAR 公司在这个影片释出之后，它的股价大涨，加上特斯拉近期股价并不太理想哦，那这个一来一往的差距就让人怀疑说，你是不是有特别有先买一家股票，或者去放空特斯拉的股票？那他的回答是说，他自己和他自己身边所知道、所认识的人都没有因为这支影片要上市之前就去特别买哪一家公司的股票，或是放空哪一家公司的股票。那他的说法是他可以保证或是发誓这一点，他拍这支影片并没有这样的目的性。最后一题，主持人问到说，你会不会怕被特斯拉提告？那他的说法是说，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谁都可以提告。那他当然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告，但他自己本身是有信心，这个告诉应该是不会成立。他觉得他站得住脚，不仅他没有收钱，没有买股票，也没有任何这个金钱交易，所以他相信经过调查之后，应该是可以还他清白。那以上所有问题问完之后呢，主持人就问他说，你自己有没有本身想要解释什么，想要跟观众说什么？那他回答说，他本身对特斯拉没有任何不好的看法、负面的看法，因为他本身自己也是特斯拉的车主。那他也预计在6个月之后，他这台车可能他的 lease 到期之后，他也要再换一台特斯拉。那以这个方式去解释说，其实目前的政治氛围并不影响他喜欢特斯拉或是不买特斯拉这
的意愿，他本来就有计划要购买。同时他也强调了，这影片是在他1年前就已经规划好要拍摄的，所以到今天现在这个时刻你说不管是 Elon Musk 跟美国的政局会走到什么环境、什么程度，或者说这个品牌会造成那么多人的对立，这一点不是他1年前就可以预判到的。那同时经过这次测试影片之后，他也不会认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不好，或是不信任它，因为他本身可能就知道说它的大概限制在哪里，那他就只是想要真实呈现他拍出来的结果。那以上就是他接受访问的讲法，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想法？信任他、不信任他，或是你们有什么其他的疑问都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最后我分享我自己的看法，我就不去批评这个个人的事情，我信不信任他什么的问题，我们就针对这个事件，我看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式。那我觉得可能在他拍这个影片，或者说再来要再拍这影片的时候，可以更清楚的先解释出来或标示出来车子本身 hardware 的版本啊，还有上面使用的 software 的版本，并且也跟可能来观看并不太清楚的人去解释说这个 EAP 跟 FSD 之间的差异。那你们最后选择用什么版本是什么原因？那更好的状况是可以这2个版本都去做测试。那如果把这些可能硬体、软体这些版本都交代清楚，就是代表说，以后的人想要做一样的测试来复制的时候，他也有办法办到，来看看说，验证这个测试到底是不是精准的。那另外就是标题上这个 self-driving 这一点可能比较容易让人误解，因为如果它上面是写的 autopilot 的话，那至少可能很多特斯拉的粉丝或者了解特斯拉的人点进来，他们的预期就会是 autopilot， 并不会是 FSD。但我前面有提到这2者有的时候你直接去翻译，好像听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你要真的去懂这个产品，他们软体上面为什么这样划分，才会知道说这2者是不一样。那同时特斯拉现在目前也是在这个政治的风口上，不论是哪一方支持哪一方，都应该更理性的看待。那像美国各地有针对不管是特斯拉车主或是特斯拉的车商本身攻击的事件，这点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但是你今天不管是站在哪一方，只要你一直往一个极端的方向走过去，其实都是错误的。那在特斯拉端的话，我自己本身会是希望他们不会去提高 Mark Rober， 因为我觉得他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更好的行销方式。那比如说把它当成素材来研究，到底如何让他们现在在使用 Hardware 3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更好的辨识度。但我们知道特斯拉他们取舍就是说，他们有时候会突然在这个辨识错误下会进行急刹，那这种时候它也有它的风险在，所以他们必须要去权衡，要让它过度小心的去判断呢，还是同时也是要依赖这个我们驾驶随时要监测我们自己的路况。那最后我觉得其实在现实的情况下，那一道墙的测试意义不大，虽然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测试也很有趣，但是我觉得现实情况下碰到那个状况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低。但面对前面这些有大雾和大雨的状况，我倒是觉得这个是日常都有可能发生的。那或许在这种状况下，我希望看到更多 Hardware 4它的在 FSD 开启之后表现怎么样，那甚至在 EAP 下是否也要可以辨识。那如果 Hardware 是可以， Hardware 3还有没有更多优化的空间，这个我相信都是可以去研究。那我也相信特斯拉也已经尽力在做。不管怎么样，它就是提高现在所有特斯拉车主的用车的安全性，我觉得它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提醒，或是正面的一个讯号。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倾向看到，不要让它又变成另外一个争议点啊，好像互相憎恨的一个点。希望可以是一个契机，让大家不止影片可以拍得更好，那车子本身的安全性上也可以做得更好。那这是我的看法。OK， 那最后大家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讨论啊。我们今天就很快速分析这支 Mark Rober 很大争议点，关于特斯拉自动驾驶啊，还有其他人测试他最后访谈的回答的结果。那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分享。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